2026年农历新年第一天，当北京夜空还残留着烟花的余温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春晚舞台上灯光骤亮，肖战缓缓走到舞台中央，一首年复一年前奏响起，全场瞬间安静。那一刻，不是热闹，不是喧哗，而是某种压抑已久的情绪被轻轻按下播放键。他的声音比往年更沉稳，多了一层时间打磨后的温度。副歌部分，他几乎没有炫技，却用最朴实的情感，将年复一年的重量唱进每一个观众的心里。镜头扫过台下，有人悄悄拭泪，有人低头沉思，有人握紧了身旁亲人的手。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，而是一场关于时间、陪伴与成长的对话。在娱乐圈浮躁节奏中，他选择用慢下来、沉下来的方式表达自己。这种克制的力量比任何高音都更震撼。有人说，这是他近几年最有分量的一次舞台。也有人说，这是属于他的翻篇时刻。但真正打动人的是他把个人经历融入歌曲，那些经历过质疑、风波、沉默与重生的岁月，都化成一句温柔却坚定的歌声。这一夜，他没有赢在热搜，而是赢在情绪共鸣。演出结束后，肖战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幅自己亲手绘制的红马图。仅10分钟，互动量突破100万，评论区直接沸腾。这匹红马并非简单的吉祥物，红色象征热烈与希望，马代表奔腾与力量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马常寓意马到成功。他没有解释太多，却用画笔完成了一次无声表达。粉丝解读这是对新年的祝福，是对未来的奔赴。业内人士则看到一个顶流艺人对艺术边界的拓展，他不再只是歌手或演员，而是尝试以多种形式输出审美与价值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太多人追求话题性，却忽略了内容本身的质感。而这匹红马的爆发式互动，并非营销堆砌，而是源于真实创作。这背后是他持续多年的绘画兴趣与沉淀，是一个公众人物不愿被标签束缚的自我探索。10分钟100万，不只是数据，是信任。新春期间，他还公开为冬奥项目加油助力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他的每一次发声都具有放大效应。当年轻群体对冰雪运动兴趣升温，他的转发与支持无疑起到了桥梁作用。流量不再只是商业工具，而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。他选择站在体育精神与国家荣誉的一边，这是价值取向的表达。在顶流更迭极快的娱乐环境中，真正能够持续发光的，往往不是话题，而是格局。支持体育，传播正能量，让他的形象从偶像升级为公众榜样。影响力的爆发，从来不是偶然。与此同时，他推出的新歌在各大平台迅速刷屏，短视频平台翻唱挑战不断，背景音乐被大量使用。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，这首歌没有靠争议出圈，而是凭借旋律与情绪自然发酵。音乐本身成为传播核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号召力已经从粉丝经济扩展到路人认可。当非粉丝也愿意转发、使用、讨论时，影响力才算真正破圈。从舞台到画笔，再到音乐与公益，他完成了一次多维度输出。所谓顶流，从来不是粉丝数量，而是综合影响力。这一次，他在同一时间段完成了舞台爆发、艺术创作传播、公益助力与音乐刷屏，多线开花，却不显杂乱。有人感叹，肖战赢妈了。但如果仔细回看这几年，你会发现，这不是运气，而是持续积累后的水到渠成。他曾低谷，也曾被误解，但正因为经历过风雨，他如今的每一次成功都显得更有分量。真正的爆发，不是瞬间燃烧，而是厚积薄发。当代观众最缺的是什么？不是娱乐，而是情绪共鸣。他在年复一年里提供的是陪伴感，那种我懂你走过的路的温柔力量。在快节奏与焦虑并存的现实里，他的声音像一盏灯。这就是顶流与明星的差别，前者制造话题，后者提供情绪价值。而他正在完成从流量明星到时代偶像的转型。
热搜会下，数据会变，但观众记住的是感觉。这次春晚，他赢在了情感厚度，红马爆火，赢在真实表达，新歌刷屏，赢在内容质量，支持冬奥，赢在价值立场。多维度叠加，构成了一场全面胜利。如果说过去几年是考验，那么今年春节就是答卷。而答案很漂亮。如果说几年前的他还在风暴中心，那么今天的他已经稳稳站在聚光灯下。肖战的这一次赢妈了，绝不仅仅是舞台成功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关于时间与沉淀的胜利。娱乐圈从来残酷，流量更迭如潮水。多少人曾在高峰时风光无限，却在转身之间被浪潮淹没。但肖战的不同在于，他没有急于证明自己，而是选择用作品说话，用时间换尊重。年复一年的舞台之所以震撼，是因为观众能听见他的变化。那种经历过沉默与自省之后的从容，不再是少年时的锋芒，而是成熟后的笃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再被单一标签束缚。演员、歌手、创作者、公益倡导者，多重身份交织，让他的公众形象更加立体。真正的翻盘，不是用一句话回击质疑，而是让所有声音慢慢消失。当舞台灯光熄灭后，观众依然在讨论他的情绪表达与艺术选择，这才是长久影响力的核心。这一局，他赢得很漂亮，也赢得很安静。那匹红马在10分钟内互动破100万，这并非偶然爆款，而是一场内容价值的集中爆发。在如今高度算法化的社交平台环境中，真正能引发大规模互动的内容，往往需要2个条件：视觉冲击与情绪链接。肖战的红马同时具备这2点。首先是视觉层面，浓烈的红色象征新年的喜庆与力量，奔跑的姿态象征突破与前行。简单却不单调，留白却不空洞。其次是情绪层面，那是一种我也想奔跑的投射心理。观众在红马身上看到的，其实是自己对未来的期待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是他亲手创作的作品，原创本身就是加分项。相比精致包装的商业物料，亲笔绘画带来的真实感更容易获得信任。这次爆火，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，顶流若拥有内容实力，流量会成为放大器；顶流若缺乏内容支撑，流量只会成为泡沫。而肖战显然站在前者的位置。真正值得讨论的，不是一次春晚成功，而是影响力的持续性。肖战这次的全面爆发，从春晚舞台、红马创作到新歌刷屏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传播链。每一个点都能独立存在，又彼此呼应。这种矩阵式输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正在主动塑造自己的品牌结构，而不是被动接受市场定义。舞台代表专业实力，绘画代表艺术表达，支持冬奥代表价值立场，新歌代表音乐延续。当一个艺人可以在多个维度同时发声，并且都得到正向反馈时，他的顶流位置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开始把个人影响力转化为文化符号。从情绪共鸣到社会议题参与，从艺术创作到大众传播，他正在拓宽顶流的边界。或许几年后回看，这个春节会被认为是他事业阶段的关键节点。因为这一次不只是赢了热度，而是赢了格局。从舞台灯光到画笔色彩，从音乐旋律到社会责任，肖战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新年开局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春晚成功，更像是一场宣告。他还在，而且更强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这场舞台感动，如果你也被那匹红马击中，如果你也认可这种努力与坚持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别忘了点赞、分享，并订阅频道，我们一起见证更多高光时刻。新的一年，年复一年，我们继续同行。